哇，这里面是在干嘛？还有这样的东西的啊？哎呦，厉害了！这都不知道能不能播。外面是偷看的人。哎呦，这个有意思了，还能这样的啊？哎，大家好，我是小胖，我现在在清盛，就是最有名的金三角。刚才我们在金三角那个公园逛了一圈，也看了一个湄公河，也去了老挝这边啊。然后我们现在来一个叫鸦片博物馆，这个就是当年啊，这个金三角为什么那么有名，为什么被俗称为金三角？为什么当年大家都到这里来淘金，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都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展现，而且是博物馆里面有中文的。我们进去好好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一期我们逛博物馆。就在边上，就在大概100米处啊，我们走过来就到了。这个大烟博物馆，然后我们要这里买门票，呀，没有买门票，可以直接进吗？可以直接进吗？哦，我以为要买门票的。好，这个我们讲历史啊，这是中国，这是泰国，这地方你看是不交界的啊，这个大家搞清楚。然后缅北，克钦邦，就我们所说的缅北诈骗园区在这个位置啊。它跟泰国的曼谷啊，差的是有点远的，大家多看看历史。而我去的这个达府，那就是美索，就是离 KK 园区是比较近的，但是离缅北是很远的。缅北跟泰国不交界，缅北跟中国交界啊，这个大家看清楚啊。包括这个最近在严打的果敢地区，就在这一带都属于克钦邦、果敢都是在北部啊。然后这半边就是掸邦。啊，你看曼谷在这里，如果要曼谷，你运一个人，要运到缅北，这是有很多路的。啊，我们接下来就往里面转转。啊，这个是鸦片的历史。鸦片是4000年前17时代就发现了罂粟籽和鸦片的化石状，然后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发现了一个鸦片，然后一直讲鸦片的一个发展史，然后到最后到19世纪末到20年初，为了躲避鸦片清剿，然后南方的村落群族逃到了泰国、老挝、缅甸、金三角定居下来，然后就被为金三角繁荣起来了。19世纪末跟20世纪，我们那个21世纪了，19世纪应该是18几年到1900年左右，所以说会有鸦片战争，也在这里会讲。啊，这是所有的一个世界地图，在里面看看。它所以很好，它这里你看3国语言，然后鸦片会称为罂粟，鸦片罂粟是一种双子叶植物群，有50到100厘米的高，然后呈椭圆形。在罂粟生长在3000英尺以上，所以泰国有山地可以种植鸦片。那么这个就是罂粟了，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罂粟果、罂粟花，罂粟花是很漂亮的。那么这个叶子就是罂粟叶，这个就是罂粟果，上面从一点点东西刮下来的。这个在大家电视剧里都看过啊。关于罂粟花的传说。罂粟花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她是一个女生啊，她长了一个女生，一个阿卡女生，然后全世界男生都向往她，有7个人对她着迷，7个人同时向她求婚，女人不愿意选择一个男的而得罪其他人，于是她就答应和所有人那个啊，这个是大家自己看。他的自我牺牲会导致他死亡，但他死之前，他请求他亲人照顾好他坟墓，他承诺他心脏所让之处，在坟地上孕育出来最美的花，任何品尝它花蜜人都会为之着迷，流连忘返。他警告要小心，这朵花的果实亦善亦邪。另有一个传说说，另有个美貌女子因体味过重，没有男生愿意接近她，因此这个女生一生过得很悲惨和寂寞。在她心碎时，要求邻居多照看她坟墓。不想她坟前开了一朵极其艳丽的花，只要有人品尝它的豆荚，就会变得痴迷不已，而且不停的想去吃。最终，这个花就给带来了神秘的奇特的快感，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痛苦。这就是罂粟花的传说，这也蛮有意思。然后
很久以前，一个年老的女人无缘无故死了，她死前她让亲戚在她的尸体上埋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经常有人经过。在她的埋葬后，坟墓的2个胸的位置分别长出了2个烟草植物的芽，一棵鸦片植物从它的生殖器位置长了出来。人们摘下来后品尝，发现比起鸦片，他们更喜欢烟草，也使得烟草比鸦片更受欢迎。人们还认为烟草植物是从它的胸部长出来的。人类在母亲停止哺乳后，就开始用吸烟来代替母乳，这个牛逼啊！这个就是当年用来弄鸦片的工具。然后他在这里要去炒，要从罂粟上把那个果子给弄出来。从这里重新看啊，要先在地里撒种子，撒种子以后，它就会慢慢的进行一个成长，然后开花，开花会结出果实。这是罂粟花，花里面有一个果实。当这个花凋谢的时候，这个果实就一直还在长，然后在果实扒开，它会流出这样的液体。然后这液体流着就会发黑，那这就变成了罂粟了。然后给它弄下来进行烤制。当时放鸦片的盒子。所以历史就说了，这个鸦片罂粟植物用于制药或者吸食部分是源于罂粟果实中的乳汁，就刚才割开的地方。当罂粟花凋谢，果实成熟成黄色时，就要割开提取乳汁。最适合提取乳汁的是中午，在高温下乳汁流量会特别多。然后他们会使用一种看起来由3、4把刀片连在一起的，有弯的有直的，去切割罂粟的果实。罂粟留下来的乳汁暴露在空气中就会结块，然后慢慢变成褐色，就氧化了。把乳汁放置1晚后，第2天再把生鸦片放出来煮成熟鸦片。一个罂粟果实可以切3、4次，每次间隔2、3天。种植罂粟大概需要一来的话就是400平米啊，一来是1600平米。获得鸦片是1公斤，鸦片保质期是2年，1.6公斤鸦片需要3000个果实，所以说这东西那么值钱。这里有讲，每年3月到4月开准备农具，然后一直到7月、8月土地清理焚烧，这就是清迈这边为什么要烧山了、烧秸秆了，因为烧过以后肥料会更足一点。然后到了9月就要下罂粟的种子了，10月就要修剪它的整个鸦片地，然后11月份罂粟花就开了，12月份，然后到12月份、1月份就是过年这段时间啊，开始刮生鸦片，然后12月份到1月份收割鸦片，然后最终收集的话是到2到3月份，所以是在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进行收集。这个就是吸鸦片的灯啊，鸦片灯是吸食鸦片不可或缺的工具，由玻璃跟底座组成，底座一般由黄金和有黄铜组成。然后这灯使用一个小锅，一个煤油、植物油、麻油、猪油等，因为不能用那种煤油，不然味道太大了。然后植物油和动物油能生成稳定的火焰，然后又能消除烟雾，就能降低烹饪鸦片的温度，方便吸食。像煤油这样就没有被采用，因为发现燃烧煤油不仅会有难闻气味，还会使鸦片缺少味道。然后1941年啊，就是我党对鸦片进行了严厉打击啊，从那以后鸦片在中国就基本不存在了。然而导致了印度支那地区和金三角地区啊鸦片产量起来了。那法国人通过对他们的一个控制啊，进行一个鸦片的征收和资助。老挝柬埔寨越南战争，这些国家为了摆脱法国的殖民而战。当时缅甸正从英国独立出来，因为缅甸原来是属于英属印度嘛，对吧？就是东印度公司。然后当时缅甸就希望从印度独立出来，而缅甸许多武装力量，就包括这种佤邦啊、善邦啊，就开始争取独立了。所以就是缅甸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武装。然后呢，这些武装呢，就是依靠鸦片的种植和贩毒来获取收入，但是英国人唆使之下，所以说啊，这个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人搞出来是没问题的。在美国和苏联在跟我党进行冷战时，中情局秘密的支持鸦片海洛因的贩卖。
和运输，包括国民党的93师，这个都是属于冷战时间发生的。哦，这一段就好看了。1967年6月29日，昆沙派出800多名武装部队，将16吨的鸦片运送到老挝。老挝皇家武装部队总司令也做好了收货的准备。然而，昆沙拒绝向国民党93师纳税，后者长居金三角，就国民党93师啊，这个长居金三角毒品市场主要力量。7月，暂买鸦片的大篷车抵达湄公河沿岸时，国民党就袭击了昆沙的部队，而昆沙部队也进行反抗，然后交火了很多。我们叫做3号，这个就是昆沙跟国民党打。3号的。然后这个照片啊，就是昆沙，这个灯太亮了，他的中文叫张其夫啊，这个就是一代的毒枭大王。然后它的品牌叫什么？双狮地球牌，叫我们俗称的双狮抱地球啊，以防假冒。这个纯净度100%。这个双狮抱地球，这个是在海洛因界，包括到现在也是最著名的品牌。双狮抱地球，这个我对这个东西我研究过，不是说自己去玩过，就我原来对金三角这一带比较感兴趣，然后去研究过，所以他出的品牌双狮抱地球牌。这个是纯度最高的，也是目前市面上质量最好的。所有只要懂这个人，就一听到双狮抱地球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好。这个就类似于跑车界的法拉利或兰博基尼吧。哎，这个我们投个10泰铢看看，这个也不知道啥东西。哎，我们看一下。哦，它会动的，就是里面它在这边动。这也就这样吧，10泰铢2块钱就这样动一次吗？哇，这里面是在干嘛？还有这样的东西的？哎呦，厉害了！这都不知道能不能播。外面是偷看的人。哎呦，这个有意思了，还能这样的啊！我们就从博物馆出来了，这个看完以后，反正整段历史我自己也回顾了一下，这个因为时间年份很多记不住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就回清迈了，然后我们整个金三角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啊。待会儿在路上，我要不再给大家讲一讲从杨二小姐一直到罗兴汉到昆沙到彭家声的故事，这个跟前面的故事就能串起来了。别人讲可能是按照时间线来讲的，我可能是倒叙，先讲诺康，然后再讲昆沙，然后再讲罗兴汉，我们倒过来讲啊。